大家好，我后面呢就是多伦多博物馆啊，这边需要买票，我现在准备去买个票，进到里面去参观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的售票处啊。本来呢这边有很多各种语言的介绍啊，我看到这边有个中文的地图指南。这边呢就是买票的。That's good. And then the ticket's going to print right now. Okay. Scan that in just straight ahead. Thank you. 这个购票系统啊，还是稍稍有些麻烦。试了一下信用卡不行，结果呢用了加拿大的银行卡就 OK 了。好，现在呢我们开始进去参观了。哎。是。And then usually people start on the 4th floor and work their way down, but it's whatever you want. Okay, thank you. No problem. 这位在门口守着的小伙子告诉我听啊，他说一般而言，大家都是从最高层往下走，就是4楼。这边呢就是一个恐龙的骨架啊，那这个呢到处都有，我们就不做重点参观了。同样的啊，这边也有一个卖饮料、卖小吃的。这整个的房子啊，还是古色古香啊，配得上一个博物馆的这种建筑风格。还是非常的宽敞啊，或者说呢，来看的人并不是那么的多。But then what happens is I went through. 这个是一个正门吧，看到一个顶啊，用的那种金色的，像是金箔一样的啊，但我不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装饰物来装饰的这么一个房顶，有点那种伊斯兰的教堂那种风格啊。在这个楼道的旁边呢，还是竖着印第安人的一个图腾啊，说明他们也没有忘记本地的文化。对面应该跟这边呢有个装扮的不像电梯的大门，看看能不能从这边直接就上到4楼去。Wildlife photography の Irish exhibition 只能到3楼，4楼上不去了。上到了3楼啊，我想到4楼他上不去。我们来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所在。
相信呢这是一个人名，也可能是谁收藏的吧。这些呢就是欧洲式的啊，应该是圣母玛利亚。这些都是宗教的一些艺术品。有，这个是西方人的一个床嘛，跟我们中国人的木床也差不多。看来呢，除了一些装饰品、艺术品以外呢，还有一些普通人家的家具啊。这种应该叫漆器，那这个应该就是属于中国式的或者亚洲风格的了。西方人的客厅的摆设。17多少年啊，都是讲的古代的一些物品。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接近中世纪。瓷器。另外一个客厅的摆设。这是普通人家的一种家居的环境吧。这我不清楚这些瓷器是从哪来的，弄不好从中国加工进口来的也不一定。因为在中国的清代呢，有很多中国的瓷器啊，就是接了外面的这种设计图制作以后啊，就运到西方去。这边还有很多玻璃的制品。这个呢，就是欧洲的旧街的样貌，也可能，说不定就是多伦多的也不一定啊。这些呢，应该已经是现代的建筑了吧。总之，这一层呢，就是展示一些生活用品和家居收藏的一些东西。
这边呢就是以前的一些中世纪的武士啊穿着的铠甲。哦，中西方都有啊，可能西方这些呢，因为工业革命比较早，所以它那种金属的闪闪发亮的材质啊，还是看上去可以看到当年武士的雄伟的身姿。这个是当年用的那个剑啊，已经锈得不成样子了。所以人类呢，一直是尚武的啊，就是通过这种蛮力，通过这种军队，通过侵略，通过占据城池，最后呢，建立一个城堡，最后呢，建立一个殖民地，最终呢，成一个国家。所以这些文明呢，也都是建筑在这种扩张的基础上啊。这是一些手工做的艺术品吗？相信有很多啊，并没有完全布展完成啊。其实这一层呢，最多的还是跟普通居家的一些摆饰、实用的家居物品啊为主。像这些东西，在很多的一些老的家族里面，应该还都有传承，还在使用。其实倒是很接地气的一些普通人的生活用品。看看这些外国的瓷器啊，跟中国的瓷器的风格有什么不同？基本上还是以实用性为主啊。你看，非常生活化的，现在大家家里还在使用的类似的这些物品。这些呢，金属的就显得稍微富丽堂皇一些啊，可能更有身份的家庭才会使用的东西吧。就看到这些瓷器啊，因为据说瓷器还是中国发明的，中国的国名 China 呢就有瓷器的意思。那这种陶的壶，应该怎么也比不过我们的紫砂壶吧？那不管怎么说呢，这一些生活化的东西啊，其实没有国界之分，只有通过交流以后呢，大家变成一些更新颖的一些器物，甚至呢把它升华成一种艺术品。你看这样的这种普通的椅子什么，它也展示出来啊。当然了，它也反映了一个西方人的一种对家居、对生活用品的一种理念吧。但是呢，从艺术的角度啊、实用的方面来讲呢，也都大同小异吧。所以这个是讲究生活。当然有时候也会通过一些在创作，但是我觉得这些实用性几乎并没有什么价值。
Yes, we are humans. We are the humans. 这里呢是 Wildlife Photographer of the Year， 就是拍那些原始的风貌、野外的照片的一个评比，一个比赛。哦，这里划分一遍呢，就讲到了古代欧洲的一些文化传承啊。这个是罗马的，在西方的文化发源啊，还是分得很清楚的。想必呢，这些都是古代的欧洲人用过的一些器具啊，一些器皿。这应该都是公元前后的了，2000多年以前的这些物品了。都是一样啊，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走的路径应该都差不多的。首先呢，就是劳动啊，产生更多的价值。有了剩余价值以后呢，才会在这个基础上啊形成艺术，有很多观赏的东西呢就应运而生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又不断的循环往复，最后呢有了信仰，产生宗教，然后呢有了国家的法律等等制度啊。这些呢都是一些钱币啊，这个应该是公元前几百年的这种钱币。虽然大家有各种不同形状的钱币，包括一些金币啊，但是中国呢也早早就产生了钱币，用青铜制成的小刀一样的，到最后那种圆形的有洞的钱币等等啊，其实走过的路都差不多。这个是穿衣服的维纳斯嘛？就这个陶罐啊，那我们中国像良渚啊、河姆渡啊、半坡啊出土这东西要比它早得多，早得多。公元前1300多年以前，那应该是在中国的周朝吧，或者是在商朝的时候。这些陶器啊，就古人呢用的这些材料制作的方法也是大同小异啊。
但是这些雕塑呢，却是栩栩如生，跟我们中国的这种绘画、雕塑艺术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啊。中国人讲究神似啊，他们是形似。你看啊，这些小的艺术品，可能以前古代你就放在自己家里头作为一种摆饰的，但现在呢，都变成了一个公共展示的古代艺术品了。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你看这些雕刻，他们的脸型啊，非常的生动，曲线非常明朗。对于男性呢，表现得孔武有力啊，肌肉线条；但是女性的这些躯体呢，就表现得非常的柔美。所以这方面还是分得非常的清楚啊。这里呢，就是金项链啊、手链啊、戒指啊，这跟现在用的东西几乎都是一样的。公元前700多年以前的这些雕刻，基本上啊，加拿大因为毕竟也是西方的文化一支延绵至今的，所以他对他们的文化呢，还是非常的推崇。所以从古到今啊，也是找了很多的东西来展示。虽然他们的建国的历史非常的短，在这片土地上呢，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文化的遗存，但是他们也把欧洲的世界各地收罗来的这些古文物就放到一起来展示，来表达他们呢，就是正宗的西方文明的传人。我的理解大概就这个意思。这里讲的都是罗马的文明。因为西方的文明的传承呢，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大概就是从两河流域，最后呢去到埃及，最后在地中海这边呢，由希腊开始了文明的火花，最后到了罗马呢，就有了真正的西方文明的发端，产生宗教，最后呢就变成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西方的文明，大概就这么一个起源啊。而中华文明呢走的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讲是比较独立的一种发展的途径啊。这也是为什么到了现今已经科技发达，网络可以分享所有事情的这个年代啊，中西的文明还是会有很多的火花，还有很多的碰撞。
或者说谁也不服谁，因为呢各自的文化传承实在是差异太大了。就这些文化的基因啊，就烙在了各自的传人的像这些文物啊，这些古代的艺术品，或者其实就是当年的普通人家用的一些物品呢，如果你要仔细看，那你除非你对这方面有深厚的兴趣啊，否则的话呢，第一你可能也就是翻翻一看，对于它的来龙去脉呢，恐怕也不甚了解啊，这一下子也不见得记得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就走马观花有一个印象就好，因为这些东西呢，你在其他地方都能够看到有这样的记载。但不管怎么说呢，能够亲身实地的来看一看呢，还是一种缘分。好了，现在呢，我准备去到2楼看看。对，这个电梯倒是挺有意思啊，风格跟这个博物馆的建筑物很一致。这些呢应该是自然科学的东西了，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些东西。你看各种的植物的标本啊，动物的标本，这些应该都是动物的标本吧，动植物的标本。这些应该是各种的海里的东西。哈哈，这个三文鱼放在最前面啊，加拿大的也算是特产吧。这些应该是海里的一些各种生物鱼类的标本。这边有一个皇帝蟹啊，阿拉斯加，这边应该是蛮多的。这还有一些鱼类啊，在这个水族箱里面，珊瑚，北极熊吃海豹，牦牛，狼，可爱的猫头鹰，大熊。所以这个博物馆呢，其实就是集大成了，从人类的文明的展示，到自然界的动植物啊这方面的标本的展示。大牦牛，各种野生的动物。犀牛，
倒挺多东西的啊，对这个标本都做得非常不错。各种动物，这个应该是麋鹿啊。这个世界上麋鹿已经不多了，但在中国倒是有一群麋鹿。但是我觉得这些呢，就去真的野生动物园看真的动物可能更有意思一些吧。所以也就是到此一游吧。那这边呢，也讲的是植物，或者是森林里物的一些动物植物啊。Yeah, I know they already left though, because it's 2. 这里给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画画的地方。哦，一堆动物的骨架。哦，这个还挺漂亮的。哦，这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个蛇啊，这么完整的一个骨架。这个地方呢，对于小朋友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基地啊，他们一定会有兴趣。所以呢，这一层主要就是讲的是动植物。这个呢就是一棵树啊，你看它的直径啊，然后它的年轮，这个是多少年啊？1800多年吧，一层一层的数下来，这个树的年轮呢，就每一年它都有一圈往外长，最终这棵树一共活了接近2000年，哇，这个真不得了，是人的生命的20倍，还不止啊。
在1楼呢，有这么一个喝水的地方，还不错啊。好，现在呢，我们要看看一些亚洲的文物了。这些呢，都从世界各地搜罗来，甚至有一些呢，可能是掠夺而来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啊，景教呢就是伊斯兰教，大秦应该就是伊朗那边，大概就是中东那个地方啊。洪武25年的这么一个皇帝的诏书嘛，从那些中国的碑刻上面啊拓下来的一些东西。这些想必都是一些中东或者什么地方的一些文物了。这些就感觉有点那种敦煌的艺术这种感觉，包括这个巨大的壁画，应该也是跟那种是有关系的。这个是元代的一些东西。这是明朝的。还是栩栩如生啊。这里有专门有介绍，这是 Chinese Temple Art， 这是中国的佛教的艺术。这些中国的以前的这种艺术品啊，它也非常的生动啊，但是呢，它跟西方那种写实的还是有区别，它还是做了很多的艺术化。这个像不像关云长美兰宫？航太可居的菩萨，16世纪明朝的一些艺术品。像这种佛像啊，
在中国的民间应该还是有不少保存下来的。看看这个石雕，整块石头啊，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动物装点。中国的大钟铸了很多文字啊。1522年明代的一个大钟，这个应该是庙里的大钟啊，这是撞钟用的那个钟。这些古代中国的铜镜、编钟，这应该更早了，可能是战国时期的一些武器。编钟。这棵树和三星堆出土的那棵树啊，有什么相似地方吗？秦代的物品。还是非常丰富的收藏啊。我感觉这个藏品比中国的某一个地方的藏品啊，地方的博物馆，还真的没法跟它比。这个应该是唐三彩了吗？也许是更早的东西。哇！汉代的这些陶器啊，这些就是正宗的中国的瓷器了，非常精美，比我刚刚看到那些西方的瓷器啊，还是要高一个层次。
一个两进的院落，这个模型还是很少见的。在楼上呢看到很多西式的家具啊，这边呢就是我们中国风格的一些家具了。这里还有中国画，但是显然这边的中国画比较有限啊。这边还有大量的中国的各种瓷器、陶器的工艺品、艺术品。以前古代人用的枕头，非常朴实的一个木凳，很结实。这边是宋元等等的文化。宋朝的时候呢，中国文化最顶峰的时候。你看这边这些瓷器啊，几乎现在已经没有传下来了。什么钧瓷啊，什么瓷啊。这里呢展示的是朝鲜，当年的朝鲜这些东西吧。ceramic 陶器、瓷器。各种各样的中国的艺术品，应该说中国这些文物啊、艺术品的藏品的量啊，应该起码占据了这个博物馆的1/3左右了。只能是走马观花，稍稍领略一下中国文明的精华的一小部分，但是已经感到很震撼了。我相信加拿大的当地人来参观的游客，他们也会为中国文化所倾倒。你看，这里还有一些巨大的东西，也怎么弄过来的啊？这个
算是一个门嘛。再完整的把它拆了以后啊，装回来的，在这里呢恢复。你看啊，这些精美的砖雕、石雕，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什么动物我也说不出来啊。居然把一整个墓啊，就这么卸装到这个地方来了。看来这西方人，他们对这些外国文化的执着，甚至于比我们中国人本身还要厉害。你看，像这个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啊？以前从来没见过的。这是一台小轿子吗？这个不是轿子了，这是一个马车了。但是怎么做的呢？是盘腿而坐吗？这还有一个仿中国皇家建筑的风格的一个建筑物啊，其实是一个门来的。中国的以前石雕、石碑，这个应该是砖来的，不是石头啊。它里面是空心的。这是一个三进的院落，瞧瞧，这些瓦当，漂亮的瓦当，这都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啊，登峰造极时候的一些作品。这是马鞍，这个是罗汉吗？好了，我已经在这个多伦多博物馆里面啊，从3楼一直走下来啊，应该已经差不多看完了所有的展品。最下一层呢，都是一些中国文物啊，数量非常丰富。馆藏啊，整个占地也非常庞大。应该说，不管怎么说，中国文物呢，也是被世界所尊重、被珍藏，
同时呢，也证明啊，现在中国人，他们现在已经在世界上啊占有相当的一席之地啊。所以西方人呢，出于好奇，也要了解中国这个文化为什么可以传承至今。所以通过这些展示的文物呢，我相信他们也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一些脉络。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展示啊！希望呢以后有更多中国文物可以来到这边来交流。好了，那今天呢在多伦多这个博物馆里头啊，走马观花，到处看一看，走一走，确实很震撼，也非常的希望呢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啊，再来仔细的观赏。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拜拜。